队长，第一个有点尬是吧？镇场了是吧？啊，请到镇住。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最近啊，真的感觉自己有点老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就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拟邀名单已经出现我的名字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脱口秀观众好的地方。你看那个名单里面，那个歌里面名单里面还有好多那种大咖，鹿晗啊啥之类的。而一放上去说不可能去嘛，人家粉丝观众都说不要溜我们家哥哥，不去不去。你跟脱口秀观众一讲，脱口秀观众特别开心，我们家哥哥升咖了，升咖了。啊，我今年36，我本命年。啊，你一说本命年，就跟那些幽默感特别差的人一讲，说哎呦，真看不出来你都60了。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讲本命年了，都讲本命。你知道本命吗？哎，就是最喜欢的那个娱乐圈最喜欢那个叫本命。经常问我说，我本命是王鹤棣，你本命是啥？我说我本命属蛇的，应该是白素贞。最喜欢的这个叫本命，然后下面第2喜欢的、第3喜欢的叫2本命、3本命。我说中文我都听不懂了，3本命。以前只有我妈会跟我说，你要不好好学习啊。而且我觉得36岁这个本命年是最迷信的一个本命年。你这24岁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坎不坎的，这24岁正是出事的好年纪。36岁，我早就把那个红秋裤给穿上了。你别管好使不好使，就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啊，我周围36岁的这些人，每人一条红秋裤，穿得整整齐齐的。红秋裤就是36岁人的拉布布。你一不小心露出来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糗酷酷的。现在说法太多了，你看本命年这一年叫太岁，前面还有什么犯太岁、冲太岁，连着好几年。到年里面你们也知道有什么水逆、地磁暴，所以说这一年里面需要自己努力的时间并不多。我还挺努力的，我不光穿红秋裤，我还去那个寺庙里面去。你们现在如果去寺庙的话，你经常能看到寺庙里面有4个字叫莫向外求。看到我经常莫向外求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你求人不如求己，你自己是最重要的，莫向外求。但特别奇怪的是，他虽然写着莫向外求，你们看那个寺庙都有那个法物流通处，你经常要买一个开过光的绳啊、串啊，排3、4个小时也买不着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人家那个意思是莫向外求，就在这儿求。对吧？就在这儿求就好了，买完再走，外面容易买着假的。其实那个地方不能说买，求请。他跟我说这个东西叫结缘，你要在那个地方说这东西怎么买啊，是没人会理你的。你说这东西怎么结缘？他告诉你花钱可以结缘。我看吧，不是那个红绳啊，我就看那红绳挺好的，跟我说1个28，2个56，3个84。我说来3个吧，结果我一算84除3就是28。我说我这要数学不好，差点都被你骗了。本来我进来的时候我还想，我说你这是大乘佛法呀，还是小乘佛法？原来是小学乘法，你知道是？我也不会带，买回去之后在网上查，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说年前啊你要带左手，大年初1开始换右手。我看见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已经大年初3了。我说赶紧换吧，这知错能改。换到右手，过了2天又刷着一条，说这红绳啊戴上了就轻易不要再摘下来了。我说这我信你，不就是图你这个简单吗？整这么麻烦，我都不如自己好好工作了。而且我今年36，我属蛇，然后我还碰着个师傅，他说你属蛇呢，你今年最好离塔都远一点。他说离塔都远一点。我说还离塔远一点，我是不是得离葫芦娃也远一点？所以说我上这个节目，我心里就特别慌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脱口秀和塔的朋友们。而且我觉得不是说本命年有坎儿，而是这些年正好都卡在那个坎儿上了。不是给你算一算吗？你想想看，12岁的时候
正好是小升初，是吧？24是毕业找工作，36是被裁了继续找工作，48是孩子12了开始小升初了。哎呀，我做了好多事情啊！本命年没办法，过年期间跟我说还得躲春，你们刷着吗？我好多人都第一年刷到说要躲春，我是当天刷着的。我说你不告诉我都让我躲过去了，对吧你告诉我干啥？你不告诉我就不惦记。就像过年期间，我妈还跟我说，她说咱们回老家呀，别跟你哥说你姑生病了。我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姑生病了。你别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我还得惦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问我妈，我说我到底哪个姑生病了？我一共4个姑呢。我妈说你不是不想知道吗？我说我总得知道不告诉哪个哥嘛，对吧？这样。然后躲春，他当时说的特别细，他说那个是当天晚上立春晚上9点到11点，他说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就在屋里面关好了门，自己在那边待着。他说他不让你上街，是因为上街容易碰到跟你属相相冲的人。什么跟属蛇的相冲？属鸡的跟属蛇的相冲。他说因为属鸡的容易把属蛇的给叼走。我说怎么能做到这么迷信又唯物主义的？哎呀！他说这2小时不能玩手机，也不能碰电脑。我说这个也是老祖宗规定的嘛，而且你说就不能玩，你就只能看书。看了会儿书我又困了，他说也不能睡觉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就当时在那边感慨，我说哎呀，我24岁的时候天天想改变世界，36岁的时候我在屋里面躲春。经常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你呼兰讲这些，你本命年还没过呢，说你不怕下半年有坎儿吗？那你想想看，我要不讲这些，写不出稿，我现在就有坎儿。而且你说讲这些东西，说哎呀会不会冒犯到神明？我就觉得哎呀，神明怎么会这么小气呢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是这么安慰自己。你想想看吧，神明对吧？国际形势他不管，说哎，但这有个人讽刺我们是小学乘法，你们去看一看。有人说啊，伪科学，其实也不是。你想想看吧，你穿着红秋裤，玄学上其实是保命，科学上是保暖，对吧？心理上呢，我还是希望你们保密，对吧？哎呀。我觉得就是秋裤也要穿，稿也要写。我穿着秋裤努力写稿，我觉得就是我命由我也由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来，呼兰索票通道开启。谢谢。呼兰，你要去参加乘风破浪的哥哥还行。对，唱什么？呼兰之间，天昏地暗。重点是在于，真的那个名单里有你啊？有我啊，那个还放出来了。第一次放出来的时候，我还说呢，我说咱们辟个谣吧啊，辟完谣也没人理我。第2次又放出来了，我说咱这个这么没名吗？辟完谣也没用。第2次还就前2天还有那个你要名里还有。哦，看上你说唱了，可能是我。说唱界的老妹，不得不说他的技巧有些巧妙。看我做一下，给来，鲁豫，我其实最后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拍灯，我看到了你的犹豫。对，因为我对呼兰的期望值的起评分是比较高的，就是我希望他达到我那个点，然后从那个点再往上翻，所以跟我的那个期望值有一些落差。理解。我感受跟鲁豫老师其实一模一样。呼兰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不差这一灯，但他今天以他一贯的水准来讲，确实是稍稍有一点不够，所以我也一直在等，最后没有等到。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呼兰，你今天穿了吗？我今天没穿，今天有点热，然后也有点太刻意了。夏天穿秋裤啊，我这太没劲了。对。其实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，我想追问这个问题，这个东西要穿多久？穿到脏了要洗。不是，因为它脏了就要洗，你换个新的嘛。其实就是新成就行了，对吧？就是新成就行了。我其实之前一直带着红绳的，然后因为是冬天一直带着，结果巡演到一半的时候，到了夏天，你上场的时候带个红绳，观众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，然后就都摘了，然后就红秋裤也没有，红绳也没有。但理论上来说，其实我们是在台上，这是最需要保佑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都给摘了。其实我们公司89年36的朋友们可多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锅，我是89年的蛇。大家好，我是孙熙，我也是89年的蛇。大家好，我是呼兰，我也是89年的蛇。大家好，我是谭湘文，我是01年的人，属蛇。看不出来，想知道他哥哥。他听了我第一次讲这个段子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户外就直接掀开裤子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红球裤。这建议就是下次咱们不见外啊，咱们不见外，咱们不见外，有外人在。没有外人。就之前有个红绳啊，然后后来就因为演出分散观众注意力，然后就把那个给摘了。我带的红绳，上面有一个金色的小蛇，你看学校有人送的。哇哟，现在会更焦虑了。就是我意识到说，我36的时候就还难过了好一阵儿吧。而且你一辈子能过多少个本命年呢？就会，哎呀，怎么我也不是散播焦虑了。等一下，我才24啊！我怎么感觉被你说走了？你是36这么吓人的吗？我要哭了！今天这个采访主要就是我们3个来吓唬你，这个是主要目的。会不会有人倒这吧？放金框倒这会。好，在所有的灯都拍完了之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呼兰得到的票数是呼兰没有超过290票，所以现在要开启抢麦。好刺激，这个太刺激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站了，站吧。我不站，好想站，又没有这种勇气。哇，谁要站呼兰啊？哇，我觉得我们组没人敢站。站不站？可以吗？小齐喝水，小齐喝水。好，毛组的20组演员，请抢麦。哇哦，大观众！大锅手 Seven，来说一下你的理由先。我其实那个上节目之前就在线下演出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呼兰，我也幻想过能不能跟呼兰老师这个比一下，希望有这个机会把握住。好，大锅手。我觉得节目嘛，就是强的打，强的还挺好看。然后上一轮我比Seven强。大锅手这么好胜啊，才知道。确实是毛组的，所以呼兰在 Seven 和大锅手之间，你的选择是？我选大锅手吧，因为我本来想的就是谁先站起来就选谁，反正就都按这个原则来，那我们就选大锅手吧。啊，好的，Seven 休息一下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毛组的第一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慢慢讲述，细细思考，掌声欢迎大锅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锅手。去年讲我男朋友骑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我也没钱，就纠结保人还是保车。当时很担心节目播出后网友骂我不是人，但没想到他们骂我不清醒，骂我恋爱脑。我想保人就是恋爱脑吗？那怎么才算清醒？怎么才不算恋爱脑？我得先修车，再骑着车撞死我男朋友。交警来了，问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我说没有，我现在特别的清醒。问我是不是车主，我说不是，我是大女主。说实话，本来谈了2年，感情都淡了，网友这么一骂，我就有点叛逆了。就爱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爱了也硬爱，强制爱，我超爱的。听得出来被骂还是有点不服气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我就点进一个网友的主页，有点惊讶，他说他想读厌女，我心想你还用读吗？你早就学会了。不过我以前确实是恋爱脑，准确说是暗恋脑。
大学的时候，我在微信群认识了一个网友，当时因为一些事情争执起来了，我就说他真不知道你妈怎么生的你。他说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我当时觉得好聪明，好幽默，跟我简直棋逢对手，旗鼓相当，明天就结婚吧。我就加了他的微信，时不时聊几句，也不敢表白，因为我还暗恋别人。年少的我认为暗恋就像买彩票，有能力的话能买几张买几张，但我也不敢真去兑换，一是怕全部失败，二是怕全部成功。我从小到大就只敢暗恋，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女孩子不能主动，要矜持。小学老师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女作家问冰心怎么获得爱情，冰心说不要找，要等。女作家等到50岁，我长大一查，冰心29就结婚了。都说从前车马慢，爱情也慢，她结婚倒是挺快。春宵苦短，我不想等，我要掌握主动权。谁成想，我刚掌权就被骂了。被骂之后，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情感状况。我跟我男朋友是在一个文化空间认识的，文化空间也就是流浪汉收容所。他是一个西安人，是个乐手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喜欢他的女粉丝给他发微信，问他喜欢的人有女朋友了怎么办？我第一反应很生气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个女生她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。我一个新时代女性，我不能有那种大老婆打小三儿的心态。我就打我男朋友，就根据这个姿势可以推断出他长得不高，很有安全感。我一边打一边说他，他说不过我，就在那儿弹琴发泄情绪，弹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我就是石家庄人。都给我气笑了。我问他你要怎么杀，他说他要回家派兵马俑打我。真的很幼稚的一个男的，对吧？但没办法，我一个绝望的直女，谈恋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要么找个男的，要么不找。我不能不找，我抗拒不了。我一个成年人，每天又苦又累，又穷又饿，我需要爱呀。就连没谈恋爱的时候，我都爱了好几个。我认为我很清醒，但现在一些网友就是认为女人不结婚不谈恋爱才算清醒。那按这个逻辑，最清醒的人是灭绝师太，他自己不谈恋爱，也不让别人谈恋爱。他的徒弟纪晓芙爱上了杨逍，灭绝就让纪晓芙去杀了杨逍。纪晓芙不干，灭绝一掌把纪晓芙给打死了。这也太清醒了，清醒死了。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情感状况，我都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，再决定下一句。如果他露出那种鄙夷的神色，我就赶紧说哎呀哎呀，我就是玩玩而已。做女人真的很难，以前要我矜持，后来又说女人要掌握主动权，我主动了又说不能谈恋爱。我就感觉旧的规训还没打破，新的规训已经建立了。我都不是跟不上时代，我就是跟不上规训，每天活得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明天和灭绝哪个先来，感觉灭绝明天就来。我理解有人批评恋爱脑是害怕女生在情感中被剥削嘛，但辱骂不是正确的方式呀。恋爱脑之所以会通过无底线的付出来换取爱情，就是因为缺爱。所以你真为他好的话，你别骂他，你爱他，你比她男朋友更爱他，你爱醒他。他一个成年人，每天又苦又累，又穷又饿，他需要爱呀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爱，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我真的受不了那些规训了，我现在就想骑着摩托车撞翻他们。交警来了问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我说没有，我现在特别的清醒。问我是不是疯了，我说不是，姐们儿才是正常人。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
大国手锁票通道开启。大国手为什么这次想到写这篇稿子？因为其实去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被骂的理由很不符合逻辑，就很荒谬。然后本来开始的时候也想写这个会不会就是更激发网友的怒气，但是我想算了，就写自己真实的东西嘛。因为就是我还是想真实的做自己，做自己不一定会有人爱你，但一定会有人恨你。但这就是生活嘛。就现在我们很多女孩一个新的困境，就是男生会特别坦然地说啊，我就是恋爱脑，恋爱太美好了。但是当你问我这个问题，作为女性，我就会本能的说，我不能说，这样显得我不够先进。所以我觉得大国手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打破了很多旧的规训，但是又有了新的规训。好，谢谢鲁豫了。罗老师没有拍灯，我从上一届就开始特别喜欢大国手，但他上一届是1轮就回去了吧？第二轮回去了啊，所以我特别怕去年的情况又上演。你这个表达我是很喜欢的，但是梗的密度啊和这些有一点欠缺。反正我因为被赋予了所谓大局观，所以就没拍。但是我特别怕你第2轮就回去，希望不会。希望不会。我是觉得大国手，反正就是他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但是确实像他选的这个阵营一样，他像一个毛，然后他有一种悠悠的一种锋利感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人生就是自己的一种体验和经验的累积，不管是不是所谓的恋爱脑，但是我觉得都是应该由自己去感受的。谢谢春春老师，我就很好奇，因为我对成熟女性的经验会很好奇，我就很好奇春春是不是恋爱脑。我呀，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没那么，我应该没有那么的，我感觉，因为我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有爱音乐，爱一切，这世上一切都可以爱，是不是？好多事可以的。那大老师，你是恋爱脑吗？我太是了，太是按摩好吗？然后呢，就是重点什么玩意儿？我觉得说别人恋爱脑的人，首先没有脑。就是恋爱这么美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会说该来就来了，过于盲目呢？对不对？因为真的很珍贵，为爱一个人，因为这个全世界有那么多人，70、80亿人吧，然后你只是别人看上去的其中之一，但是有一个人觉得你是唯一，哇，那是多美的一件事儿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恋爱脑这件事儿，其实我一直是反对的。就这个说法，就这种说法。我特别想听一下袅袅老师。大国手能有这么直接的观点表达，我觉得是挺惊喜的，因为我觉得，针对一些话题有更多的讨论，其实是一种我们能讲的东西更丰富了的体现。然后我觉得我也和大国手有差不多的感受，好像经常周围的人以一种管理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，但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，更需要的是一种关怀和关注。再次感谢大国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，同时我们也要请呼兰回到舞台，来看一下呼兰和大国手他们的票数分别是。相信呼兰哥。恭喜呼兰进入到晋级区，大国手还要回来继续等待。